大家好，我是 Younger。6月25日，新加坡市区重建局官宣了最新版的国家发展总蓝图草案。这是新加坡每5年一次的大动作规划，但这一次信息量真的大到炸裂。政府明确表示，未来10到15年，全岛要新建至少8万个住宅单位，规划12个全新社区。还不止这些，还包括填海造岛、跨境交通枢纽、地下空间开发，甚至连文化遗产保护也统统纳入了城市发展的版图中。听起来是不是很狂？一个连农田都几乎没有的国家，竟然还敢填800公顷人工岛，重启38望船厂，扩建地下隧道，甚至在乌节路地铁站上方建住宅。你以为新加坡已经盖满了吗？不，它现在要开启第 N 层地图。好，我们先从大家最关心的住房说起。新加坡接下来15年要盖至少8万个新住宅单位，包括主屋和私人住宅。这不是为了凑数字，而是一个高度策略性的重新布局。一方面，政府要重建城市中轴，比如5级之马马城、滨海南、珍珠山、快乐山、前吉宝高尔夫球场等旧地段，全部纳入再开发计划。另一方面，也会在城市边缘推进新的发展区域，比如雾兰、38望、碧山、克兰芝、杜佛、德福等地，把交通节点、旧工业区、退役基地统统盘活。重点是，这些新房不仅数量大，还要盖得更聪明，靠近地铁，临近工作地，周边有公园和医疗服务。新加坡政府这次动手的不只是造屋，而是要重新定义住的品质。我们接着往下看，这8万个新住宅会盖在哪儿？答案是12个新住宅社区，各个来头都不小。比如说纽顿，就在地铁站旁边，靠近史各士路和蒙克山，未来将建5000个私宅单位。这里不仅有房子，还有绿廊、社区公园、商业广场，甚至历史建筑全都保留整合，打造都市村庄式生活体验。再看乌节巴德森，没错，就是我们熟悉的乌节路地铁站上方，预计建1000个私人住宅单位，连通零售、办公、社区空间，还有一整条未来的购物步行街贯穿整个地段，出地铁就能吃饭、逛街、回家。再往西边走是杜佛麦威区，靠近伟仪科技园，这里未来会有6000个主屋和私宅单位，专为科技、教育、媒体产业人群设计。走路去上班，旁边有绿地，还有大学校园环绕。德福区则是旧巴耶利巴空军基地的转型首站，打造10分钟生活圈，也就是日常所需设施步行10分钟就能搞定。碧山会进行大规模振兴，打造第2个巴耶利巴中心，包括诊疗所、小贩中心、办公楼，还有可能新设政府部门入驻。克兰芝原本是赛马场地段，未来将建高达14000个住宅单位。毗邻湿地公园和红树林，是一个集生态、生活、休闲于一体的大型北部新城。乌兰将围绕新柔地铁打造新住宅加工业加交通枢纽一体化城市空间。38望船厂预计2028年停用后，将转型为多用途滨水生活区，占地86公顷，是新加坡动物园的4倍大。南部滨水区从吉宝俱乐部旧址到滨海湾，将新建约9000个住宅单位，其中6000个是主屋，未来你可能可以住在看得见海、走得到 CBD 的主屋里。从北到南，从高科技到文化老区，这12个名字几乎画出了新加坡未来的置业地图。我们接着往下说，新加坡人对填海这2个字已经不陌生了，但这次要讲的长岛计划真的不一样。长岛不只是填海，是未来的生存空间。长岛 Long Island 是未来新加坡最具战略意义的填海项目，它将在东海岸对出海域新增约800公顷土地，约等于1120个足球场。重点来了，这不只是多一块地盖房子，它同时还要作为防洪屏障、新的蓄水池，以及一个完整的城市延伸区，里面会有住宅、商业、滨水公园，还有城市绿带。目前政府已经展开实地勘察工作，技术调研会持续到明年。整个长岛将成为新加坡对抗气候变化、海平面上升的城市盾牌。滨海湾是20年前的辉煌，长岛是为下一个世纪做准备的国家级大工程。新加坡的发展不只是向海，也要向下。
目前全国的地下隧道网络已经超过300公里，主要覆盖地铁、电力、污水与冷却系统。接下来还要新增60公里。此外，在万里 Galibato 政府正计划新建一个大型深层地下储沙洞穴，专门储存建筑用的砂石。这不仅能减轻港口和物流系统的压力，还能腾出地面空间发展住宅和商业。地下开发将成为新加坡未来城市更新的隐形战场，有效把看不见的地变成可利用的地。一座城市有几层？新加坡告诉你，真正的未来城市不只是高楼，而是上下左右全打通。说到大规划，怎么能少了新柔地铁？这个预计2026年底通车的跨境地铁系统，将把新加坡的乌兰北站与马来西亚柔佛直接连接起来，通勤时间从现在的1小时缩短到15分钟。乌兰北站将建成多式联运交通枢纽，融合地铁、巴士、边境通关、商业办公、生活配套于一体，不只是换乘站，而是一个完整的城市节点。再加上柔佛新加坡特别经济区的成型，未来的跨境生活不是梦，而是日常。你可以住在新山，工作在玉廊，也可以早上来新加坡吃早餐，晚上回马来西亚看日落。跨国通勤不再是少数人的特权，新柔地铁一开，直接通关打通生活圈。别以为这个蓝图只有建新的，老建筑也能参与新未来。新加坡这次一共列出了33栋拟保留建筑，从工业遗产到老校园，从英军船厂到动物园旧址，都是国家历史的见证。像玉廊飞禽公园旧址，未来将转型为旅游、创意、文化复合用途区域，已有37个构想方案提交。大众钢铁的老总部是60年代建屋时期的重要工业标志。巴西班让小学的木质教学楼见证了新加坡推行男女混校的起点。5级芝麻马城的马厩是热带建筑设计的代表作，也将保留改造。这些地方未来不拆，而是活化，变成展览馆、社区空间或文化绿洲。未来不只有摩天大楼，新加坡也给旧地方安排了新使命。这份2025蓝图不只是城市设计图，更是新加坡下一个15年集体生活的草图。你会发现，这里讲的不只是交通、住房、商业，而是人怎么住、怎么走、怎么在同一块土地上感到归属。所以问题来了，你最想住在哪个新社区？觉得哪个区域最有潜力？你对长岛怎么看？觉得新柔地铁能改变什么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，我会一一回复，也会持续追踪这些规划的后续进展。如果你觉得今天这期内容干货满满，记得帮我点赞、订阅、转发给你身边也关心新加坡城市发展的人。我们下期再见，一起继续聊新加坡的未来。